我们到克利夫兰啦，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机场也蛮大的哎，也很热闹。像凌晨5点多，现在所有的店都开了。库雅和加古国家公园在俄亥俄州，也是我们的第37个国家公园。到了库雅和加古国家公园，然后就是白兰地酒瀑布。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点，叫白兰地酒瀑布。听说它很漂亮，我们走过去看看。然后这个国家公园也是很奇妙。它每一个景点都分散在很多地方。那我们现在是从最北边开始，这是第一个点。哇，我们已经快要到瀑布了，听到瀑布的声音越来越大。哇，在前面啦！哇哦，很漂亮。好，我们到瀑布了。这个白兰地瀑布全长有20公尺，然后你看它沿着那个墙壁这样下来，涓涓细流，很秀丽雅致。本来今天气象预报说会下大雷雨，还有点担心，所以现在来到这里，虽然有乌云，可是天气还算好。白兰地酒瀑布高65英尺。是库雅和加古国家公园的主打景点，瀑布也展示了经典地质特征，包括3.2亿年前上层的坚硬伯利亚砂岩，中层较柔软的贝德福德页岩，以及4亿年前由海底泥浆所形成的克利夫兰页岩。由于页岩呈现薄块状，当水流倾泻而下时，给人一种新娘面纱的感觉。都是鸳鸯吧，在路上走。我们要走这个 Lake Area Trail， 它是一个圆形的步道。我们停车场就在这个步道的中心点，很有趣的一个步道的设计。哦，这条步道真的是非常的优雅耶！你看，一片绿意盎然呢，还不错。看这种地形好特殊哦，这个像千层派的这些岩层啊，就是3亿2千万年前的那个沼泽河床沉积下来的。你看它上面长满了青苔，这个就是这条 trail 最有名的。这边的这个 trail 的特色啊，就是一边道路的一边都是这种 ledge， 一层一层像千层派的这种岩石。另外一边就是葱郁的森林。大约3亿2千万年前，从北方流出的溪流覆盖了俄亥俄州，并带来了富含石英的沙子和砾石。经历岁月流转，沙子和砾石紧密结实地嵌入岩石中，便是所谓的雪轮砾岩侵蚀。这种侵蚀也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岩架峭壁。这边有一个很有味道的一个小木栈桥，底下有一条小溪。这边就完全走在森林里面。今天天气凉凉的，人也没有很多，都是鸟叫声，很舒服哦，走在这种步道。这个就是库雅和加古国家公园游客中心的牌子。这个就是波士顿模仿游客中心，它创立在1836年，哇，已经快要200年嘞！这栋建筑物已经快200年了。我们进去看看。
打卡成功，打卡成功。这里有一条很有味道的那个木栈桥，你看，这边全部都是很怀旧的一个地方，这建筑物都好几百年了。哇，下雨了，下面水流很湍急。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库雅河嘉河。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一座木桥。在19世纪的时候，俄亥俄州他们大概有2000多座这样的桥，然后因为后来逐渐被铁桥所取代了，那现在保留的很少很少，这算是少数的几个很有纪念性的木桥之一。所以我们现在过去看看。这座木桥啊，在1869年的时候，它是根据史密斯 Truss 的设计修建的。在这期间也经过了很多次的翻修及维修。因为桥的地板很难更换，所以就修了桥的那个天花板、顶棚跟墙壁来保护桥面。现在这种桥已经很难见到了。走起来很坚固哎，一点都没有感觉很脆弱。它这边有写马也可以走，以前也可以过马车吧。这个国家公园一共有好几个游客中心，这个 Hunt Farm 就是其中一个，可它今天没有开放。这也是很有历史的一个房子了。就是这一条啊，这条就是签道。以前开凿运河啊，就是船没有办法逆流而上，没有办法从下游往上游走之前就是利用马匹把船从下游往上游拉这两旁马所走的道路啊，就叫做签道。一个解说很可爱，是手工发电的。这个要手摇，它才会有讲解出来。我们现在要去走一个 trail， 是走去一个湿地。哇，这一片池子上面全部是绿色的浮游物，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很满呢，满满的都把那个湖面都盖住了。你看这个枯树，就这样沉在水底，看起来也很有意境哎哈。哇，我们终于走到这个湿地的步道了。哇，这片湿地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开满了黄色的花。树上有一只身体有鲜艳花纹的鸟。这个就是整片的湿地，这有点像高美湿地的感觉。这座桥很漂亮。海狸沼泽湿地是库雅河加古国家公园最多样化的自然群落之一，这里一年四季都充满了生机。根据月份的不同，也会有独特的风景及野生动物。除了可以尽情地享受摄影、赏鸟，还可以与家人和朋友分享大自然的乐趣。我们要准备来坐火车啦。这个库雅河加古有一个观光火车的路线，它是一个往返的2小时的一个路程。我们今天是坐下午1点40分的班次，来到这个半岛车站。哎，好可爱哦！
们现在要去坐车啦。我们进车厢啦，我们要到2楼去，上楼上。哇，我们今天是要坐透明车厢，你看，这是透明车厢。我们火车出发啦！啊，又下雨了，出发又下雨了。我们火车要经过半岛车站了。这个是360度的角度都看得见的，连天空都看得见的透明车厢。是要坐透明车厢。这个铁路啊，就是纵贯这个国家公园，大概有13多英里的路程，然后我们是往返。那旁边这一条就是那一条那个河岸的那个签道，它直接从这边一路跟它平行。库雅河家谷国家公园是在西元2000年时才正式升格为国家公园。公园沿着库雅河家河建立，致力于保护原生态。而库雅河家这个字在印第安语是蜿蜒河流的意思。乘坐库雅河家谷观光休闲火车，可以沿路欣赏公园的美景和奇观。乘坐在老式轨道车上，蜿蜒穿过13.5英里自然和城市景观交错的窗外风光。如果徒步走累了，不妨选个车站跳上车，慵懒偷闲地探索公园历史，也是不错的选择。著名的29号闸门就是在这里，在管制以前运河的其中一个闸门29号。哇，这个就是29号闸门，左右两边都是。哇哦！这边有一个运河的桥，然后可以看到那个29号闸门在它的下面。我们现在走过去看，哇，又下起大雨了，那路面全部积水。然后我们刚刚坐的那个观光火车，现在还停在那个运河的上面，走过来就可以看到了，在那边。现在下冰雹，你看现在下冰雹，哇，好痛哦！哇，我们来俄亥俄州遇到下冰雹。俄亥俄州下冰雹。然后我们在铁桥上下冰雹，哇！你有看到那个冰雹像弹珠一样弹起来吗？哇！今天下雨，那个水流超湍急的。然后现在正前方这个就是29号闸门，以前的旧运河闸门，上面有一个那个铁桥通道，它就是可以走到那个签道去的。刚刚还有脚踏车骑在上面。对啊，这个车站也很有名哦，很多人会把脚踏车啊或汽车停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坐火车进国家公园啊，车票只要5块钱而已。哇，这一幕好漂亮啊！这一幕在游客中心的国家公园贴纸也有这一幕，真的很漂亮。如果下面又刚好有那个火车开过来的话，会更漂亮。啊，这个铁桥，它的最顶端啊有写一些字，这个就是当初建造这一个铁桥的公司的名字。历史悠久的车站公路铁桥横跨库雅河家河，于1882年建造，1979年被列入国家史迹名录，并在2020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从桥上还可以遥望著名的布雷克斯维尔诺斯菲尔德高架桥，河水映照着几何造型的桥墩。幸运的话，还可以捕捉到观光列车穿过桥下拱门的经典画面。这条铁路上面的车站都是长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站牌，然后里面可
可以让人家坐着等车。然后听说刚刚他们有讲这一站坐到我们的那个半岛车站是5块钱，所以很多游客就会把车子停在这边，然后坐过去那边，因为半岛车站那边的车位一位难求啊。我们本来要往前走的，我们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探索中心，结果你看这边的路封起来了，是因为你看那个河流的水已经满到道路上面来了。你看还有小朋友在这边玩。这边有一个运河探索中心，也算是一个游客中心，因为现在时间很晚了，已经关门了。这个运河探索中心的房子也很复古，也是一个历史的古迹，以前运河的一个休息站。前面这个啊，就是38号闸门，它是目前库雅河加古国家公园里面啊保留最完整的水闸，闸门都还能够正常运作哦。如果夏天周末来的话，就会有志工演示闸门的运作方法。这个牌子就是告诉你啊闸门运作的原理。38号闸门啊，他们戏称它叫船电梯。它的作用就像浴缸的水塞，如果船只需要上升，水会通过上游这个闸门的叠阀进入，直到水位与上游的水齐平。相反的，如果船只需要下沉，便会通过下游这个闸门的叠阀排出，直到水位相匹配为止。哇，没有想到这里也有桥哎，而且一个是给车子走的，一个给人走的。我们走过去看看。这条超有味道的，然后前面刚好有一对老夫妻走过去，这画面好幸福的感觉啊！